Hello，大家好啊！这个车差不多开了有500英里了，大概是800-900公里吧。然后我们给它做一个首保。我这里做首保的思路是，第一次做的话是500英里，然后第二次做的话，我打算是1500到1600英里，第三次换机油打算是3000英里。现在很多新车都不讲究磨合期，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性能车来讲，其实所有车我都推荐，在磨合期的过程中，你要开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，而且要对它很温柔。那么我这里推荐就是这个车，像这种手动挡的话，我们进车来聊，就是尽可能的让它那个转速保持在，就是从1000多吧，1100到4500之间，你都可以开，就是不要顶着红线开，这样子对它不太好。因为整个磨合没有完全做完，然后换挡的话，我推荐的这里是，就是，有的时候新车嘛，手动挡你可以跳档，但是如果是磨合期，我不建议跳档，我就建议大家是1档、2档、3档、4档、5档、6档，特别是4档和5档，经常不是特别常用吧，4档还常用，五档不是特别常用。这个车扭力比较大，经常3档轻轻一踩就已经到达那个，这边是45英里，差不多是70公里的城区限速，然后你就直接可以3跳6。但是我建议在磨合期的车不要这样做，因为在磨合期我们尽可能把每个齿轮都磨合到位，然后切记就是不要疯狂降档，比如说一下子车速很高，一下子从6降2这种，我觉得不建议。比如说你要超车，你可以6降5，然后踩一下，如果5档不够的话，你再降4档，这样的话，这个车的动力绝对是够你超车了，就是在高速上6降4是绝对够你超车了，就不用直接什么6降3这种很激进的做法。你磨合好后当然可以。那变速箱油的话，我打算就是在它第3次换机油的时候给它换，因为变速箱磨合要比发动机稍微慢一点。这就是磨合期要注意的事情，因为不管新车再怎么样，这种车不是超级性能车，不像 NSX 这种车或者法拉利这种车，就是出厂前都是磨合好的，这种车还是得自己磨合。就是说明书上是推荐不要长期超过4000转驾驶，然后不要在高速巡航驾驶，因为高速巡航它就总在2000来转吧，那它这样子的话就不是在一个很宽泛的转速区间，所以说我推荐是在城郊区开，就是也不要很堵车的开，你这样开起来会非常累，就大概是就是开个2-3分钟，然后有个红绿灯，然后停一停，然后再开个3-5分钟，这样子是比较好的。这样子的话，转速就是从0一直到差不多4500都能用到。等磨合好的话，我第一次换完机油后，就是这次换完机油后，下次换的话，这期间我就可以把它的磨合从4500左右，我会把它这个转速提到转速红线，就是我心中红线可能提到5500，然后第3次换后，然后我就会想着它应该是可以顶着红线开了。那么第一次换机油非常重要，就是这决定了你的这个车的寿命有多长。那也许短期看不出来，但是比如说你这个车要开到30万英里，就50万公里的话，或者是它年纪很大的话，还是有一个很好的状态，那这是很必要的。但这个车换机油不太简单，因为这个车的底盘比较低，所以说你需要做的是有2个千斤顶，或者你有斜坡也行，车得先或者是在前轮上垫个木块或者垫砖头，就是把前面要垫高点，这个千斤顶才能伸进去，否则是伸不进去的，因为它不是全框式副车架，它的支撑点是在这个发动机后面的，所以换机油的话，相对把车架起来会比较麻烦。其实10代思域和11代思域就算是普通款也是这样的，所以大家有思域的或者是 CR-V 也是这样的。CR-V 我发现我朋友 CR-V 好像也是没有全框式车架的，但我记得我的8代雅阁是有全框式副车架，但大家可能会说是不是不够安全？其实也不是，也看架构。这个车的正面25碰撞或者是100%碰撞都比8代雅阁好多了，所以有没有全框式副车架也不是它安全不安全的唯一评判标准，只能说是设计不同，具体还是要看它的碰撞测试。然后我们来讲，第一步就是先把侧面给它架起来。架起来侧面的时候，记得这个车手刹是拉死的。后轮的话，垫上橡胶块，不要让它随意滑动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车侧面架起来就行了。这个车很有意思，其实是后轮先离地，再前轮先离地，所以说我们知道这车配重是前面比较重啊。就算你想前面这个力臂这么大，
这边离地比较短，那边离地比较长，觉得还是后轮先轻微离地。但是现在来看的话，它是两个轮胎筒一起离地了，说明车身刚性还是不错的。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架千斤顶的时候，一定要架在这个它这个原厂的加厚的部件，不要乱架，然后记得避开这个塑料板，这个下边裙记得要避开。它这个架车支点是在这个位置啊，就是在排气前面一点，然后是在发动机后面。所以说，大家一定要对准那个，它是有个开口的，然后大家是要对准它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如果说你看我这个车已经抬起来了，这摇动千斤顶的空间都非常的小。如果说你不把这车抬起来，你是基本上没法把它往上架的。大家看啊，这两个后轮都离地了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车慢慢架高，架高到什么点呢？就是架高到这个小千斤顶能轻松推出来的时候，这样就差不多。然后我们不要动这个小千斤顶，不要把它放下去，因为等会儿我们把车放下来的时候，还需要把车先落到小千斤顶上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车落到这个保安支架上，那就跟之前的所有车都是一样的了。这样子两边这个保安支架都对准这个加强筋，然后把这个安全插销插上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落到这个保安支架上。我们把这个车落到保安支架上后，然后给它推一推，然后它不动了，然后说明它比较稳当了。那么这个车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做保养还是用斜坡，不过你手动挡技术的也比较好，不然你半联动一脚上去，然后斜坡开过了，然后这个斜坡卡在这个轮胎后面托底了，那就尴尬了。所以这个虽然麻烦点吧，但这应该是两个千斤顶应该是最简单的方式，就是零失败可能。你驾驶技术比较好，可以试一下斜坡，或者是可以买那种超低的跑车用斜坡，它行程比较长，不容易开过位，不容易托底。有的斜坡比较陡的话，这个车底盘比较低，可能也会托底。所以我觉得可能个人而言，我还是喜欢两个千斤顶的方式，毕竟你做刹车什么的时候，两个轮胎也都需要拆下来嘛。这个车的下护板是一整大块啊，就是每次保养的时候都要拆一大块，不像丰田有个小的维修窗，这个是很薄的钢片吧，感觉不像是铝的，不知道是不是铝的。然后这个是拆4颗10字的，然后再拆4颗这个1字的，拆完后这个下护板就能往后一推，这里有2个卡扣就能把它拆下。不用拆这2个，这2个不是的，然后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变速箱非常的大，就是这手动变速箱的体积比我丰田车的自动变速箱感觉体积都要大，就说明这个东西它能承受的扭矩很大。然后它有专门的油冷，这一般自动变速箱才有油冷，手动变速箱是很少有这种变速箱油冷的。它也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要激烈驾驶的程度了。然后这个是发动机就是很简单，跟本田这个是一个本田的标准滤芯，我等会儿拆下来看一下，就感觉好像要比和一般的本田滤芯没什么区别。好像听说这个 Type S 和 Type 2是高流量滤芯，要怎么讲呢？要更加的是10孔的，不是8孔的。然后这边是放油螺丝，然后你看这本田这个排气已经有点腐锈了。不过这种腐锈都没关系了，然后这排气质量看着还凑合吧，就还可以。然后放油螺丝也是跟本田之前一样的是，一个3/8，大家把中飞放进去，它就能放油。然后加油口可能在上方，要拆空气和滤芯。我们这次不换这个变速箱油，然后这个盖板的话拆掉后就可以检查这个离合器还剩多少。然后就是可以，如果离合器剩的不多的话，就可以不用先抬变速箱，就可以从这里先查看离合剩多少，剩的不多的情况下就得抬变速箱，然后换离合片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然后我拿了一个这个机油碗啊，就先把这个滤芯和这个放油螺丝给打开，那就跟其他车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就开始换油吧。然后可能会有人好奇这车的悬挂怎么样？这悬挂是铝的，就是很明显，基本上也有铁的东西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刹车导风，然后这边这个地方是有刹车
散热孔，就是导气的。反正这车的空气动力很多都是真的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，就是空气动力基本上都是真的，就该有的都有，就不是新琴件，就不像 Supra 就很多新琴件。然后这个是超级麦弗逊虽然是麦弗逊吧，但它的这个车轴并不随着这个弹簧旋转，而是随着这个 C 型，有点像个 C 碗一样的东西，就是随着这么一个 C 的中间有个碗，然后它是在这样旋转，有点像那个 RC， 就是大家如果玩过高端 RC 的车的话，有点像那个RC 就是遥控车的转向碗吧，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悬挂结构。操控肯定是要比一般麦弗逊好很多的，毕竟它的，不过 B 站上这个已经讲烂了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它这个放油螺丝和垫片都和本田雅阁没什么区别，机滤我估计也没什么区别。唯一可能说本田雅阁可能是8孔的，这个是10孔的，不过我用后市场的高性能机滤都无所谓了。长度看似是一样的，这个车的机油量很大啊，就是一般的车是4升左右，这个车5.7升。我不知道大家在视频中看得清不，但是我能看清楚，这个机油明显比我其他时候换机油里面，就机油很干净，是金黄色，但是明显这个里面有一些，如果在阳光下的话，有一些微微的小闪粉，这都很正常，这都是发动机磨合期间所产生的。所以说第一次换机油非常的重要，我推荐就是差不多800到1000公里左右吧，先给它换一次机油。这一个机油桶装不下，所以说我就打算先给它灌一桶新的机油后，再用那个空桶子来装。然后大家看到吗？这里面有些，大家如果把机油这么晃一晃的话，里面有很多金属闪粉，大家应该能看到吧？就底下这些金闪闪的，我反正是这些位置，非常的明显啊。这都是正常，这都是汽车第一次磨合期嘛。所以为什么我第一次换机油这么频繁？之前的车就是80、90年代，甚至是2000年代初，厂家都是要求前差不多是8000公里吧，要换3次机油的。现在因为顾客懒，所以说厂家发现好像过点磨合期换一次机油也没什么问题。甚至有的人甚至是什么厂家推荐第一次换机油1万英里，我觉得简直瞎扯淡。你看这些金属粉末就在发动机这么搅拌着，你觉得这对发动机能好吗？原厂滤芯确实，这个原厂滤芯是10孔的。那，哎呀天！那么我们就给它换一个，这2个牌子都可以，就是这个流量更好，这个过滤性能更好。那我们磨合期的话，用这个过滤性能更好的滤芯就行。这个，然后讲一下机油推荐，我推荐在美国可以选择这4款，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认证，这3款都是从就是 ESP。都是和这个嘉实多叫什么金吉户吧，他们都是符合欧洲车标准的。那么对涡轮来讲的话是有很大帮助。这个当然虽然没有拿到欧洲标准，但是也很符合欧洲车。我讲一下年度选择，原厂用的是020，甚至要求并不太高，好像只要满足 SP 就行。也就是说，甚至是美国这边最便宜的全合成都能符合要求。那我觉得日常驾驶可能就像这种 Costco 的机油。大家说这不是坚果牌机油，对的。然后就沃尔玛机油应该也是可以用的，但是他们是否能完全保护涡轮的话，长时间保护涡轮，我觉得，不一定。但日本车一般也不是特别挑机油，但这个车的调教比较极限，所以说我会选择好的机油，然后3000到4000英里一换。那如果是选择便宜机油的朋友的话，你都买这个车了，还差那几美元吗？每次保养，我就把话放这儿吧。那如果说你真的想用便宜的机油，我建议2000英里一换，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。毕竟它的要求，原厂要求就是020的 SP。那我推荐的这几个都可以用。我夏天的话想用530或者是530吧，然后冬天的时候可能用030，020当然也可以，都是可以的。如果说020日常驾驶可能会省油3%到5%的样子，好吧，那我这次先用这个金吉户，我基本上是谁打折了就买谁。大家如果说是2个混加年度混加的话，其实问题也不大。这个车最多是从020、520、030、530支持到040、540都是可以的。那40机油的话，除了赛道顶着红线开的话，否则没必要。如果日常想稍微给它拉下红线的话，30年度的高性能机油足矣。如果是日常代步，你就
不超过5000转的话，一般来讲不超过5000转的话，20机油的话，其实问题也不大的。因为我看很多车友就是换的是020的普通机油，甚至都不是这种顶尖机油，他们的车也开了7、8万英里，没啥事儿。那涡轮的保护程度的话，那不好说。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，和我朋友的那个8AR 的 Lexus， 就是用顶级机油5000英里换机油黑的不得了。我的车自吸的这个 Camry 5000英里感觉机油还是蛮健康的。所以说不同的车情况不一样。那这个车的话，我肯定会稍微日常驾驶激烈驾驶点。你都买这车不激烈驾驶，你还跟买菜车一样2000多升档，那干嘛买它呢？是吧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荆棘护改换上。现在夏天很热，荆棘护打折了也没什么问题。荆棘护是这里面唯一一个有本田认证的。当然这些它这个车只要求用那个 API SN 就行，甚至都不是 SP。所以说这些机油都是符合要求的。按照我的习惯，我还是喜欢先把这个滤芯里面灌点机油的，减少干磨的情况。我把油基本上倒干净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盆底全部这些银色的闪粉，这就是发动机磨合期产生的金属屑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所以那些告诉你现代车不用磨合期直接开就行的，那我只能说都是扯淡，好吧？就是大家前1000公里还是温柔的开，然后换了1次机油后，继续可以稍微激烈驾驶点，然后换了2次机油后，我觉得你这个车的发动机才算是磨合完成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车的下护板是有隔音棉的，这一点就是和思域 Type R 有点不同，它隔音要好一点点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它支撑车重的支点，不是全框是副车架，千万不能支这里，支这里的话这是全塑料的，会把车支坏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落下来，我把保安支架给撤掉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用大千斤顶轻轻的松掉，然后落在小千斤顶上。然后注意这个地方，你松的时候不要抬起来松，不要这样松，因为它可能会伤到这个伤到这个车的保险杠。然后你要是不愿意伤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垫片毛巾。根据仔细检测啊，这个车只需要5.5垮脱，差不多是5.2到5.3升的样子，不需要5.7升。如果是可能跟你每次抬起来的角度也有一定关系，但是我买新车的时候，这个机油尺居然超过机油尺的最高点的，所以说工厂的工人做事儿也不一定很仔细，但超过一点点也没关系。那我们这次机油就换完了，然后进去试一下车如何，检查一下没有爆机油灯，然后我们走到这个屏幕的按住菜单，如果你是思域的话，应该也是一样的，然后点这个车辆设置。等会儿在哪里啊？点击这个，然后点击这个，点击这个，点击这个，然后你就把这个机油灯给重新设好了，虽然也是100%的，但这只是个习惯而已。然后它这个车是跟老本田一样的，是有机油寿命百分比。